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京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不屑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本季令人心动的 offer 重新回归到了律政行业。哇，好像杨天真老师，这个眼神有杀气。你们写下你们对转正之后薪酬的一个期待。我现场公布。哇，当面念出来吗？当面吗？我们下午发布第一个案例分析。我们的希望是要做成一份法律分析报告，只有前2位才能获得相应的 KPI。一旦前2位评议通过，后面的我们就不再审了。天哪，这个好难啊，压力好大的。救命！太窒息了，这种真的。第一个人去是最紧张的。对，跟考试第一个交卷子似的。第一个人站起来，其他人是最紧张。对，其他人会紧张死，一下动作就变了。老板怎么还来了？这题目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吧？陈律还要施加一点压力。很轻松呀，还笑眯眯的回答我，看着我，那说明他很轻松呀，挺好。可爱的小虎牙，一下压力就来了。笑不出来一天，这怎么写？转一转我的老腰。江湖4大恶人，排名之首。你们觉得我们里面哪个最凶啊？我觉得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在面试实习生的时候的话，就应该就好像今天早上薪酬一样，然后就是放到信封里面不记名，得到最高的那个人请喝下午茶。哎，可以，可以，我觉得有奖励机制。第一个 A， 第4张 A， 第5张 A， 第7张 A， 4票，第8张也是 A。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太难过了。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刘律师的，他的笑容是非常的可爱和直接的。我觉得做事就是应该这样子，对，开玩笑归开玩笑，认真就是要认真。我经此一役，我以后招实习生真的很难招了。那我也有点担忧，1票都没有。他们在这边谈笑风生，那边压力又更大吧？对，那边紧张。那个发了半个小时了。我觉得最快的会多久？2个小时我觉得打不住。这道题它其实是半开放形式，它并没有一个绝对准确的一个流程或者做法。这个里面你可以在形式那条线上花大力气一直追下去，但很有可能花费的时间很长很长很长，没有结果。哦，他就是走的形式那边是吧？对对对。所以你同时可能又要采取了民事或者采取刑事自诉的方式同步开展。没错，它 Plan A、Plan B 有各种路线。最终他们想拿到钱，其实还是个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在这个民事法律关系当中，它掺杂了刑事的一个认定结果，可能会做一个前提或者法官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
肖阳与老师所言是相对应的，就证明他写的方向是对的。然后当然了，也有可能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他们充分利用规则，他可以先搭个大体的框架，他不用把每一段地方都写得很深。跟刚才小明哥的方法一模一样，先拉大纲，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先完成任务，然后先放上来，框架不够，再回去修修补补。这也是搭框架，再来填补。看他们的答题思路跟方向，也能多少看出一些他们的实务能力，有没有这个实习的经历，这差别很大。你们最期待谁教的东西？期待啊，觉得胡明昊和肖阳会快一点。哎呦，他们俩正面对面，是一个博弈位。我还是比较期待胡明昊，我对他的期待在于他能不能给我一些额外的东西，甚至是引发我思考的一些点，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了，对吧？各位律师好，这是我的简历和一些能体现我的法律写作和法律检索能力的文件，请各位律师过目。哇，好厚一本啊！哇，我叫胡明昊，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3年级，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在2021年，我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法律法学专业。我一共参加过4次 JASUP 模拟法庭竞赛和2次猫正杯的竞赛。在2023年举行的 JASUP 国际赛中，我们取得了国内赛的季军，并且我个人取得了全球赛的前50强辩手。我们撰写的法律书状在全球取得了第21名，中国选手中第1名，第1秒，这个在法律专项的辩论赛当中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山东的骄傲，长得还挺帅。在科研方面，我担任世界贸易组织任命的专家组成员 Azif Qureshi 教授的科研助理。您右手边的下面那份资料，就是我跟其他2位科研助理一起撰写的 Azif Qureshi 教授即将出版的一本专著中的一章。诉讼和仲裁的区别是什么？说说看。仲裁的话，只要有一份有效的仲裁协议，就可以到仲裁院进行仲裁。但是诉讼的话，还要考虑协议管辖和级别管辖的一些限制。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的区别。补充责任的话是有一个顺序的，是要由第一个债务人首先承担责任，不足的部分再由债务人来补足。你有条乐了，条例很清晰，标准的传统中国法律教育的学霸。对。基本功过硬，学理扎实。Okay, so in this case, then you were acting for the applicant, right? Yes. Yeah, and if you were the respondent, then how would you put forward your argument? Then for issue 1, I would say that when firstly the UN Charter was drafted, the non-state actors were not so strong, but it is not fair for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o stay in the past. It has to protect the life and security. 还蛮优秀的，无死角啊！他英文还是很好的，他真的很稳，但是他又不是特别张扬的那种性格。目前最好的，感觉上应该是目前最强的一个。回答、应答以及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我觉得已经彻底过关了。这个简历很漂亮，这个简历在今天都挺少见的，对，然后长板也很明显，彻底过关了，行了。然后的话呢，比如说肖阳，我对他的学术能力，我觉得没有就是担忧。各位律师好，我叫肖阳，我现在在牛津入读法学哲学硕士项目，主攻知识产权法。我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同时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以及法语方向的文学学士学位。本科期间呢，我还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全额奖学金资助，前往法国进行为期1年的法国法律学习。我也先后在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工信部下属的新通院等机构辅助研究工作。此外，我还发表了2篇全英文的学术论文。So, I noticed that you published 2 articles, and then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it? Yes. For my first article on AI. 哇，好伦敦腔！标准的英伦口音的。That is published 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and I explore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give AI the status of authorship. J'ai pas beaucoup d'expérience professionnelle, mais je fais un stage dans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propriété intellectuelle. 他太优秀了，好强啊！一路走的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风格，那他会不会
在实物上，对实物上是不是行？对，去做这个课题的话呢，可能在时间上面，包括你的一些表述上面，可能就会影响。他是做法学研究的，好像理论多一点。他这个在法理上很严谨，但是实操上会遇到一些障碍。对。就我个人感觉哈，反而是胡明昊和许文婷，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早交卷，因为他们两个人从一个实习生的成熟度给人的一个第一印象程度比较高的。没有，哎，我想问是，您在宣布课题的时候的话，有没有提问的？就香港那个 Kimberly 来过来问我有没有 template。陈律，我想问一下，这个报告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格式？没有。就把我的观点都写出来。只是你认为自己觉得这个报告是一个完整的、可以提供的报告就可以。好，可以。需要口头汇报吗？我们刚才你没听我说吗？收到报告会按照先后顺序，把你们进来有一个当面的评审的过程。评审当面评审的意思就是评审这个词都还需要再翻译一下的话，那因为他日常工作的语言应该就是英文哦，这个就有压力了。因为这些词语我都没听过，这些单词可能我不太懂，没关系，不好意思啊。加油。好，谢谢。他说这里面好多词汇词语我都第一次听说，因为对他来讲都香港法的，尤其是保险合同当中的那些条款，我估计对他来讲可能，对吧？就算同样的意思，可能在香港也是不同的表述。这一趴无论如何他是占不到任何先机的。就是你会不会担心你的普通话，然后会成为你生活或者工作当中的一个挑战？你们觉得我普通话讲是怎么样？他普通话挺好啊，讲的基本上我都听懂了。你的书写呢？书写还可以。我必须跟大家承认，我对内地法实在是没有正式学过的。但是其实我自从收到面试通知以后，我真的有在看内地法律的一些书，我自己也有在做一些笔记，我可以让你们看一下，我都记在这本子里面了。我就每天随身带着，希望自己起码有一个最基本对内地法律架构的认识。但是他写的都是英文的哈。就是我相信他如果到了他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他应该表现的还是会不错的，成熟度是放在这儿的。但是你要是在中国法的这个框架内，然后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板块去进行考核的话，绩点制对他对，但天下没有绝对的公平。对，现在的时点上也不可能特别的去为他做一些特殊的设计，倾向于他也不可能，对吧？他做的笔记啊，这些都是拿英文，他面临着一个翻译的问题，包括他的逻辑思想，可能都是用英文去表述他的。对，这些步骤是不是会在内地的法律环境下水土服不服是个问题。哦，才过1小时，还行。其实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心里有点慌，但是不会说特别的那种，可能更多心思还是放在如何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胡明昊确实稳重。哎，我们猜猜看谁会第一个进去哦？黄明昊。黄明昊是小贾。对不起。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香港，怎么跟他竞争啊？我的天！他这个表情就是他在想别人会不会先交，他在琢磨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修改再交，对吧？他只是写完了。
您好，请查收，谢谢。哦，没敢点发送，都在等。我觉得是胡明昊可能会先交，比如说肖阳啊，还有，虽然他可能先写完了，但是他们好像很在意是不是第一个交的啊，出风头，对，太严厉啊，太严格啊，后面会不会好一点？我感觉到有可能他们在犹豫，然后胡明昊觉得哦无所谓，他就先发了。没错。那如果我们要猜测一下哪2位会是最先通过的话，你们心里的名字会是谁？哎，咱们是顺序都得对才能算对吗？一样，就是1、2必须是顺序都对，顺序和人都得对，点亮一盏灯。哇哦，还挺难的啊。这就到了我们的本期的推理时刻。胡明昊，第2个肖阳，答第2个许文婷，许文婷、肖阳都行，有可能。因为其实有3个人已经开始纠结要不要交了。但是我写的不知所云。那如果交了的话，如果说都不是第一次就通过的话，那他们会有修改意见给到他们。对。所以说他们就会更快的靠近那个正确的答案。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在这个胡明昊、肖阳和汪雨桐中间会产生一个。是的，汪雨桐在我这儿有点摇摆，是因为他的那个邮件其实并不符合一专业律师的基本格式。老师，请查收，没有提头，没有落款，没有签名等等，就是这封邮件输入的这个习惯能看出来，不专业，他的文字习惯不是一种严谨的律师风格。那如果他映射到他那篇文稿里，很危险。律师在格式上都会提出问题，更不要说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个细节展现出他经验没那么丰富。对，经验。让我们来投一下票好了。第1名，我们心中刚才是胡明昊，觉得是胡明昊的，请举手。哎，好，对不起，山东老乡，哎，OK， 那我们第一个就公共推选我胡明昊好了。第2个，刚才出现了好几个候选名字，肖阳跟许文婷。那我们觉得第2个通过的是许文婷的，请举手。3位。一个细节，刚刚在问代教老师的时候，有其中一个代教老师说他预计的是明昊和许文婷会最先交。就我个人感觉哈，反而是胡明昊和许文婷，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早交卷。但我在心里，我还是比较认同肖阳一点，是因为他刚才的那种轻松劲儿。对，就他一直望着大家。如果我在监考一个考场的话，有一个同学一直在那样，我就心里很清楚的知道，一般是学霸，而且他还不想第一个交。对，肖阳的文字能力一定是很强的，对，他是误用，但是他没有打过官司。给我的感觉是肖阳会被打回来一版，然后再去交一次。那觉得第2个通过的是肖阳，请举手。我投1票，我也投1票吧，也是3票。哦，哎，那小明哥没，这不中立。哎，我是不是弃权就是3票对3票啊？不可以弃权。所以只要我们选中的人多了，就是对了，就是我们赢是吗？对，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可以亮灯了。我认真的说哈，我看给这个肖阳。就是很多的这个打字的特写，按照逻辑思维，我认为他是在误导我们。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许文婷。文婷现在4票，不会有什么意外吧？不出意外的话，可能是要出意外了。真的假的呀？我突然有点慌了。人生处处都是意外，有意外才是正常的。对，都猜对了那就是惊喜。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趣多多职场充能竞猜时刻。我们要在我们的第1和第2位的这个照片上盖上我们的 offer 印章。offer。接下来这段 VCR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谁会第1个去找代教老师，以及到底谁会第1和第2个通过代教老师的考核。一起来看。
到底是谁教了？好可怕！好，胡明浩同学，1号会议室准备评议。哦，被我猜中喽！咱现在得看他是不是第一个过。我想看他一次过。他肯定一次过了，他功底扎实。你们都交了？当然没有，大家都要写这么快的吗？我以为可以慢慢写。没可能这么快。加把劲儿啊，胡明浩同学。走，哎，会议室，这么快？速度挺快，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希望别漏太多东西。好，开始你的报告。就是我其实一开始读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他最终的诉求就是想拿保险金，然后前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能帮他们重启案件，查明真相。我觉得最后他们能否拿到保险金，拿多少保险金，其实是跟前面林小 A 死亡的真相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所以我的整个报告就是分成2部分来判断，一部分就是对事实的确定，是一个刑诉方面的内容。如果想重启案件查找真相的话，在公安局不予立案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或者申诉。但是由于不予立案通知书的落款是4月15日，到今天已经超过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复议期限，所以第一条路其实是不能走的。哦，他很细耶，他连不能走的都写出来了。我先看刚刚抽了烟，我发现我连原告、被告都没有写，我觉得服了，救命！那就可以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向人民检察院提起控告申诉，并且也建议林某夫妇向人民检察院同时发送他们发现的新证据。之后公安局查明了林小 A 死亡的真相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分了2种事实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林小 A 确实是梁某通过在车上做手脚或者其他方式杀的；第二种是林小 A 并不是梁某杀的。第一种情况下，梁某故意造成了林小 A 及被保险人的死亡，那么他就会丧失受益权，剩下的受益权由林小 A 的父母来获得，并且获得保险金的赔付。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林小 A 是被其他人杀害的话，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保单中常规的情况，林小 A 的父母和梁某这3个人都有权利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最后是基于上面的分析，建议林某夫妇做出的一些对策吧，就这样，干净利落脆。他把各种可能性都说了。对。OK， 这样子，要不胡同学可以先离开一下，然后我们为了确保就是所有的这个标准的这样子的一致性，然后我们稍后再会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给你的具体反馈吧。好的，好，谢谢各位律师。我们在讨论要不要给反馈。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客观来讲，他的答题的时间是比我们预期的要快的，肯定。他刚才的整个从架构、行文、逻辑思路上面而言的话，从一个客户的这个角度而言，拿到这一份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出色的。我个人至少从他的整个 presentation 上面来看，对，太棒了，他的效率还是很高的。我感觉你写得很好。你能感觉我写得很好？看到我了吗？因为如果我进去的话，我可能出来不是笑着出来的。爱上了他的虎牙。他们给你打分了吗？啊，没有，他们就光听了我 pre 了一下。他们是只听你说，还是他们也会说呀？只听我说。有点担心 Kim 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具体的法规的细节，对他来说是很陌生的。他可能要重新查，他一点点查，他会都有点要理解，所以他的一开始的方向啊，有可能会出现误导。
你们天天查发条用哪一个网站？北大法宝或者微科先行。北大发包。同学们，第一个胡明浩同学的回答。过了。肯定过了。我觉得应该是过了，他都亲自来了。并没有过关。这么严格？哪有问题呢？没事啊，还有时间再改吧。救命！他刑事没有追到底，比方说最后自诉没有，对吧？然后民事这条线整个往下走，你怎么去分析？它现在就是个简答题，它不是个法律分析报告。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就是他现在充分利用规则了。我先搭了一份东西上来，你也不能说我全错，你给不给我反馈建议，让我继续修改？可能再给点时间会比较好。深度上的问题，思路和方向大致是对的。然后我们会宣叫第2位同学进行评议。张雅琪同学准备一下过来。张雅琪第2个，你看主播还是敢，是不是就管办法？你拼，一进去，宝宝们，请看我这一份报告。3、2、1，上链接。第一条写得好的话，游艇走一个。你们很讨厌。加油！生无可恋，我已经摆烂了，就是反正肯定通过不了，就是说，这心态非常好。就是心态。把你的报告做一下介绍。好的。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要的点是在于给当事人3点意见，他们想要重启。坐。紧张的。他们想要重启案件来获得保证金。第一个意见是可以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第2点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第3点是可以向保险公司提出梁某丧失收益权，同时将保险金作为小林 A 的遗产来处理。主要是这3点。我听着我就觉得有点危险了，有点问题。不好意思，我想先提一个点。好。受害人他的名字究竟叫什么？哇，致命问题。小林 A。是叫名字都错了。这是大忌吗？超大的忌。超大。这些细节，我觉得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作为律师应该要去注意的。好吧。好的。根据第1点的话，第1点的是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然后第2点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这里主要是有2层的概念。第1条的概念是主要跟当事人说，首先他的这个案情况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案情，然后第2个层次是在于我们的当事人是这位受害人他的父母。他们呢，作为被害人的近亲属，是有这个主体资格。第一个，在刑事的角度，他并没有穷尽到追究那个刑事极限的那个程度。到底我下一步救济措施是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程序上没讲清楚。另外，你这个复议程序其实说的不对吧？应该不是一个行政复议这个概念混淆了。然后第3点是向保险公司提出梁某丧失收益权，同时将保险金作为小林 A 的遗产处理。民事上他都没有讲最起码那点，那个保险合同是一份有效合同，他基本上的2个大点都没有答得很完整，所以我觉得差得有点远。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胡明浩破题了，他连题都没破。对。他上来没破题。对。感觉就像是他给远房亲戚写的一封信。对，就这种感觉。娓娓道来。它不是一个法律文件，从格式上就不是，细节上太多问题了。
然后它有很多基本概念的错误，它收益权和受益权这2个概念在很多地方写的都不一样。他都打错字儿了。对他写的是收益权，30分不能再多了。连及格线都还没有达到。他基本格是亲爱的林某夫妇您好，这是个经验上的缺乏。咋样？面露难色。啊？怎么样？凶不凶啊？不凶不凶。不凶不凶，叹气。不凶不凶。温柔的陷阱。喊我张远思，那我肯定不舒服嘛，对吧？然后他又哎，这个可能他还连着他自己的电脑。你跟他对，再跟他说一下。哇，投屏。你看，这现在都还是他的微信，他们之间在互相聊。啊！哇，开始哇哦，在聊微信，这死现场。他还在开始播周杰伦的歌。刚才那个张雅琪，你电脑上退出投屏啊？你没退出。好的。哇，这太尴尬了啊！还在聊天，还在听周杰伦的歌。那他如果聊的还是吐槽领导的话，那就完蛋了。好，同学们，刚才第2位张雅琪同学也没有通过。救命！接下来，请第3位同学来进行评议。第3位是肖阳同学。哦，在这里，我在打印材料。好，请马上过来啊！不会肖阳是第1个吧？我也有这种预感。哎，比我们预想的有意思啊！是的。我走过去的时候，胡明浩很紧张，抬头看着我，生怕我宣布第2个通过了，他对吧？然后宣布第3个同学准备的时候，我看其他几个，也在叹气。我就看这前4个有没有一次性过的。好，过去了。但其实我觉得老师们会拿胡明浩的标准来要求后面的人。对，来了，今晚好。好的，这是我的分析报告，然后各位律师们可以看一看。这是你当时截止时间提交的是吧？哦，对，是。好，你简短的跟我们口头描述一下。好，我的分析报告主要分为4个部分，然后第一部分是对案情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第2部分是明确顾客的诉讼请求，然后第3部分是争议点的厘清和分析，然后最后一部分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列举。我的天，听着我就想给他付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喜欢逻辑严谨。在第一部分案情梳理当中，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关键的事实。第一就是警方于2023年4月15日做出自杀并不予立案的决定，然后其次是，林小 A 曾在生前以自己为被投保人购买了大额意外生险保险单，她的唯一受益人是新婚不久的丈夫梁某。再者是根据林小 A 日记的披露，梁某婚内出轨，以及有相关证据证明梁某事前曾维修过该涉案的车子。提到了这份证据，其他几位都没有提到。第2部分诉讼请求，顾客的诉讼请求比较明确，也就是希望能够获得保险金。第3部分的争议点，我认为主要有2个争议点。第一个争议点是如何能够证明梁某是凶手，第2个争议点是围绕林某夫妇应该如何获得保险赔偿金。好清晰哦，刑事然后民事。在第一个争议点里面，由于警方认定林小 A 自杀，为了重启案件调查，林某家属应当向江淮市公安局或临安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为了重启案件调查，林某夫妇应当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林小 A 系他杀而非自杀。那至于如何确定梁某犯罪事实的存在，我认为有2个方向。第一是需要证明梁某具有犯罪动机。根据相关事实材料的披露，梁某新婚不久后便婚内出轨，且为林小 A 购买了大额意外生险保险的。第2点是在犯罪条件方面，
需要证明梁某具有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在确定连小 A 是由于车祸身亡的前提下，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确认该死亡结果与梁某日前修车的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不是直接丢给警方，他提供了更明确的推动力。然后在争议点2，首先我是从诉讼程序方面来考虑，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应裁定终止审理，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明智的策略应该是先对该不予立案通知书提出一个行政复议，在得到了一个梁某具有故意杀人罪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我们再提起一个保险中的民事诉讼，然后再根据保险法第43条的规定，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此外，又根据保险法第42条的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保险金的给付义务。因此，在确定梁某具有杀人骗保的情况下，梁某丧失受益人的资格，林某夫妇作为林小 A 唯一的法定遗产继承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的请求权。对，好清晰，目标、策略、法条、依据、现有的证据，对，然后各个不同策略的利弊的比较非常清楚。但刘律师刚刚那个笑容确实挺难遮掩住的，很难得，很难得，一直在点头，因为这个案件主要是民商和刑事方向的。德华还是厉害啊，不愧是武汉大学的，功底扎实呀。武大法学，欢迎大家报考。好，你的汇报已经可以了，那这样我们评议一下，一会儿告诉你结果。好，谢谢各位律师。他呀，不知道，他们没有当面给结果。对。我感觉你行，我也感觉你行。我刚才又紧张了。来了吗？终止审理不是标准答案的，但是我们讨论时我提出来过，对吧？刑民交叉你怎么去打？对，包括怎么会驳回啊，或者败诉啊。我想给过。我也觉得，我想给过。哇，刘律能给过？理由是很简单啊，就是他在前面的部分呢，侧重于在描述怎么去抓那个凶手。当然，我觉得就是你今天说的，就是给了我更高的点，然后合同效力没分析，然后那个排除性条款没分析，但没有关系，对，没有关系。它总体的逻辑非常好。对。但是我觉得唯一的一个也不叫唯一吧，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讲的都太绝对了。那当然有可能啊。我一直对他有些担忧，就是在学术上面他理解很深，但是在实操当中，可能梁某那边已经拿了钱走了。对。你的意思是我起码给保险公司发个函，说你先别赔。对。但讲真，有哪个实习生写到发函了？没有，不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这个虽然是个点，就我确实觉得就是在法律分析这一块，但是还是偏学究，就是没有考虑到你究竟怎么帮客户去解决问题。那怎么样？我们评议结论。我觉得他们俩都有点勉强。这么激烈。给客户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这个。这块别太绝对了，起码在我们倾向性认为。对，一般。我觉得你现在不纠结这个，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们也明确这是给客户的，还是我们自己内部分析报告，肯定是最终发出去。而且法条在这里，你说他那个，你说他哇，能够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就觉得对，好厉害。对，我感觉他们在 battle， 能不能过呢？因为过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就是你起码给客户的一个建议说，你有机会，对吧？我可能你给客户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这个。我都评了这么长时间了，以为你过了。再聊天，我以为你过了。稳了，哥，稳了。要是过了的话，记得分享一下，我要看一看。分享一下经验。
好，同学们，我们刚才经过慎重的评议，这个肖阳同学过了，必过。肖阳同学过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我们第一个就错了。他是第一个已经这个通过评议的。这速度也太快了。我们要看他这份东西分析报告能不能对合伙人有价值意义。是的。总体上他把这个2条路径还是分析的比较透的，整个框架都搭到了。而且他最后讲到了按照民诉法怎么去对保险合同进行处理的这一条讲得很清楚，而且讲到了先行后明的概念，该讲到的基本上都讲到了。虽然前面争议点1上破案的那个角度属于加分项是吧？加分项，加分项。就是这一份答案，恰恰就是我们刚才下午思源讨论的时候，就是标准答案没答，但是它的这个额外的项，然后再就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觉得是很高的一点，是破题角度的一点，在我这里是。在实务当中也是迫不及待需要先引起这一点。对，所以人家达到了这一点，对吧？这是很关键的。它更高层面的逻辑在了，我觉得很好，就是适合客户需求的一个东西。这份东西交给合伙人，我觉得有用。鼓掌，站起来，鼓掌，站起来，鼓掌。哎呀，没想到节目并没有放烟雾弹。对，你们这个节目是这么直接的吗？实在。而且他刚刚还有一个非常酷的点，他提交的时间到他做这个演讲的中间是隔一段时间的，然后他们拿到那个报告问他你有没有改，这是你当时截止时间提交的是吧？哦，对，是，也就代表他落笔发出去之后，他就没有再动过他的东西，是，就是发出的就是完整版，然后就是他最好的那个东西，哇，太厉害了！就是我刚才说，在监考的时候，但凡看到一个同学是这样，2个小时要交卷，他1小时20分钟就开始到处望，又不动，然后轻松的笑，就他已经查过一遍了，甚至不止一遍，这个真的是很学霸的表现。我突然想到，刚才画面里有一位汇报完了之后评没有断掉，对的。各位有没有自己印象特别深，职场上极其社死的瞬间啊？有没有？我唯一一回社死也不是社死，就是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以前唱片公司来了一个新老板，我们公司楼下吧有个卖肠的，你知道吧？就是卖那香肠的。我就刚拿这肠上来，然后说这是咱们新来的意大利的老板。我那说哎，然后您好，然后可是我这肠正在嘴里一咬，滋出那油，直接滋那意大利人眼睛上了。这是我听过最辣眼睛的画面，这是真辣眼睛。还有那种我真的碰见过一个人，他在骂一个人，然后但是他发给的就是骂他那个人，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想怎么骂他。对。然后写了好多，然后结果直接发给了真骂那个人，哇！我倒也干过这种事儿，不过没有骂人。就比如说我跟张成业在给我那个发一个东西，说，哎，小明哥，你看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啊？然后呢，我就可能把它转发信息，但我脑袋里边想的是张成业发我的。对。但是我想着说发给工作群，但是发着我可能就发给张成业了，直接发给本人了啊！完了发完之后我也没注意，然后他接着说啊，我说这张成业发过来的，然后你们要不然考虑一下就别接了，但是朋友关系啊，没办法呀，那个就是这意思。重点是别接了。然后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撤不回。对，这能明白，这我能明白。其实职场就是这样，有很多社死瞬间，但是在新人刚刚开始，如果这种投屏忘了。我觉得印象可能确实是减分项，而且那姑娘上来还第一个就把名儿说错了，这个事情是致命的啊！最重要的是这个行业是律师，对，就要严谨。这个行业的那种成本呢，就是犯错了之后的成本，不一定是这个人本人可以承受的。如果真的在法庭上等等，这个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说律师、会计什么这种类似的人把人名弄错了，没错。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几位没有汇报，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汇报情况。他是第一个已经这个通过评议的，你可以下班了。好，可以下班了。下班了，那 Kim 很伤心的。其他同学继续加油，我们还有1个名额。然后没有交邮件的还继续可以交邮件。前面交过的有补充的有修改的也可以继续交，好吧？然后下一位同学是汪雨桐同学，汪雨桐可以啊，胆儿大，加油。
这个位进去的时候，压力最大的应该是胡明昊了。对，因为如果第二位一旦过了，后面的就不看了。程律，我真的可以下班了吗？真的啊，好。带我走吧。压力大了，而且明昊看着面相有点心重。嗯，他对自己要求高，应该是。雅琪，大姐没有说时间吗？没有，现在。哎呀，那个刚才那个饭给你。黄凯还在搜。好，坐着吧。啊，坐着吧，坐着。哦，对，坐着说。各位律师好，我的法律分析报告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是总体建议，第二是法律意见，第3部分是补充建议。从案件分析来看，首先这份保险符合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基本特征。其次，在林小 A 的保险书上面，身故受益人处是空白的。无受益人。哎，刚刚说的是梁某啊。由于梁某可能构成2种罪名，故意杀人罪和保险诈骗罪，故您方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7日内，我算了一下日期，应在3月22日之前申请不立案的复议。他写错了时机了。哦，有4月和写成了3月。其次是法律依据，根据程序法对此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已经略过了。这是我所做的一个法律分析报告。文婷，首先有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去判定林小 A 是否是他杀，但这里面还有个但书啊，这个但书就是若林小 A 被判定为自杀，如果是真的是这种情况，如果他真的没有被判定为他杀怎么办呢？打断一下，打断一下，这一段是不是白写了？我们假定条件里面讲定的很清楚啊。好。假定他是他杀非自杀，所以你再把这条再单独去列这么一块，有意义吗？对，他给了前提。对呀。我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案件的题目上面已经写了，就是林小 A 他是他杀。对。但是我会有一个疑问。我内心会觉得这个事实是他杀，但是仍然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会被司法机关因为证据不足等等原因认定为自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告知当事人，他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事实。所以这是我选择去写自杀的一个原因。可以忽略我刚刚问的，你继续往下按。哇，漂亮，厉害哦，驳回。他质疑了前提，但是合理质疑。对。就是他好几处都说到是我们要去考虑另外一种情况，给客户风险提示，这一点非常好我觉得他是有职业习惯的，这一点我是赞赏的。对，但是整个的逻辑基本的没跑到。对，所以体现出他就至少在这个案例上，他的整体逻辑还是有点问题。对，跑偏了，对，整个跑偏了。跟我想的3个字都一样，跑偏了，对。在模块七七八八都有讲到了，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本科生来说，觉得还可以。对，但是保单上受益人是不是已经明确的？已经明确了。对，所以他说他保单上是受益人是空白，我觉得这个是对事实没理解清楚。包括不是3月22，是4月22。对，完全走2个方向了呀。一个是人家有受益人的呀，你就是说人家没受益人。这个还是比较原则性的错误。王同学没有通过。很遗憾，刚才那位没通过，文婷也没过。下一位请准备。下一位是Kim 可能行了，因为他马上快到家下班点了。下班。对，要下班时间了，再不交就迟到了。不行，对，再不交健身房要关门了。 Kim 再不通过就走了一会儿。
又是第一，我错。为什么他总能拿第一啊？您稍等一下。职场必胜 Tips， 一心多用，效率满分，劳逸结合，切换自如，保持最佳状态。你说的是他吧？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好，两位，请你这边。哎，两位先进来。各位律师好。投个屏哈。那我正好打印了几份，您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好的，好的，好。嘿，你看梁威会来事儿啊。对，这也是个好习惯。其实，就有一些合伙人他其实习惯看纸质的。嗯。他写了啥呀？嗨，我是梁威。Hello， 对，大家好，我是梁威。Hello， 我是梁威律师。他应该是发现了一个梗，要不然不会挨个给每个人都看一遍。对。那你开始讲吧。可以开始。首先，一份完整的法律分析报告，按道理来说是要有一个案情的概括的。但是我考虑到，因为这个案件对于我的当事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悲剧，所以我就没有去进行较详细的案件的这个回顾，就一笔带过了。其次，我的这个分析报告是以3个层次来展开的。第一个，讨论这个保险金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保险合同是否依法生效。如果保险合同都不生效，都不存在保险金，那么就没有任何的讨论的余地了。那第二个，如果保险金……慢，打断你一下。你在第一段上面明确表达的是关于梁某现与保险公司理赔保险事宜，我方与保险公司已取得联系。梁某之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两位是保险金合法取得人。这个，对不起，这个是我一开始草稿就忘记删除了，因为，就是法律分析报告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是我就是没有来得及去修改。就按道理，就是我后面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结论的，所以这个是我的错误，对不起。对，没有检查一遍啊。来了。你这个已经是提交上来的正儿八经的分析报告了，你在这么重要的前提假设期阶段，把一个基础事实进行了改变。然后得出了已经一个自己假定的一个结论，我觉得没有必要听下去吧。哇 ，My God！ 晴天霹雳，惊雷刚刚。可以。可以。你再回去重新调整吧。就被终止了。绝对的。说一下为什么是一票否决啊？对于律师来说，它会造成我们的职业风险。这话重了。我觉得有些点是好的，包括他在最后加了一句：“此外，今天工程律师事务所深耕保险诉讼领域多年，希望与您继续合作。”他还用了我们的抬头文，就这个。就包括他，这不说了，没关系。但这些你回去改吧。但这些就是我希望还是最基本的东西，你还是要。好，对不起。我就说这位分头老师啊，他真的面善，我就喜欢他。对，在找他好的地方，怕他一下心态崩了。对，怕他那个一下子起不来。对。我第一段写错了。我交的是草稿，我交错文件了。你还有草稿？对，交错了。我觉得需要让小朋友们意识到职业风险的概念。对，最后那句话就是，可能从一个商业的角度，他会觉得是说，哎，他有商业的 sense。我觉得是这样，你基本功做好的情况下，有商业的思考是锦上添花。没错。他的就是在
简历上面是别树一格的。我想问一下哈，你的简历用了很大的一个 pillow 的设计，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想法吗？这是我自己设计的简历，然后用 “Hello 两位”，我是想要第一眼的夺得各位面试官的眼球，记住我的名字。对。这个小男孩可能会有点难带。但这个确实，我感觉他用这样的 “Hello， 我是梁威”的话，可能喜欢的人他会觉得很喜欢，但是他就是在这个行业里是不太合适的，别的都还行。高度紧张，同学们休息10分钟。那个刚才那个，也没过，然后补充点糖分是吧？你们亲自投票投出来的下午茶，所以都 stop 停下来啊，所有人一起停啊，我们都不计时了啊。对，然后去喝杯茶，休息10分钟。你看交了的一下就没压力了。救命！看到这个下午茶，我心塞塞。就点了几杯没糖的。啊，好，我要没糖的。哪个是没糖的？美式肯定没糖。OK， 我认购，谢谢。Sorry， 有人想要美式吗？不好意思，我要。有人想要美式吗？洛绿真的好自律哦。只有你想要美式。只有他要美式。因为你点的。我哪个？看刘绿撒娇。这个适合你，没糖。好的。刘绿绝对。刘绿生活中是好可少女心的，粉色泡泡。过来选吧，过来选。因为大家自己来，自己来。你想吃什么？可以啊，可以，你可以打开一起吃。我也觉得可以吃。你们进度怎么样了呀？一问马上放下了。最怕导师突然的关心。你还没交？你还没交？应该就我没交。还有多久？你估计？最温柔的形式，说最狠的话。半小时。慢慢来啊！我不是说你必须要给我一个 DDL 的啊，就没有 DDL， 规则上没有 DDL。没事，吃一点吧，别我过来就不敢吃了，我还是走了。我在想，是不是只要咱们在有一个人通过之后，就立马结束了这个环节？应该是，后面的人都不用看了。所以如果第一轮没过的，2、3轮过了，也相当于就结束了。你别想了，你快点写。你写了就过了。你知道我看你们一直进去，我的内心多么煎熬。你真的很沉得住气，我觉得这个品质非常非常好。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受不了，就看到有好多人都进去之后，对我可能就直接交了。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对谁来说不是呢？对他来说不是。没有吧？谢谢刘律师的下午茶。谢谢小朋友们投我的票。6点了，完了 ，Kim 急了啊 ！Kim 8点得回家，到家巷里边堵车。好替 Kim 着急啊！小童，你真的不要坐他对面。所以我刚刚选位置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刀的刀。来。他要交了。游戏。因为大家的邮箱权限还没有完全的打开，所以刚刚如果有人又交卷了，记得提醒我一下。啊，你又交了一次。黄凯一直不交哎。黄凯在哪呢？黄凯，题目怎么样？怎么样？写到哪儿了？写的。哎呦，还是只有框架。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写，那麻烦。啊，没事，继续写吧。继续写吧。那
下一位朱翠莹同学。好。啊 ，Kim 终于去了。Kim 能一次过吗 ？Kim。我好想下班，我的头都好疼。你看 Kim 着急了，回家的猫还没人撸呢。好，进来。我有预感，他有可能能一次过。听听看，听听看。就香港那个 Kimberly， 这对他来讲都香港法的，尤其是保险合同当中的那些条款，包括那些说法，我估计对他来讲可能。对，真的很不利。在中国法的这个框架内，然后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板块去进行考核的话，基点制对他。对，所以我觉得这一趴无论如何他是占不到任何先机的。然后来个反转是吧？好，老师们你们好，这是我的案例分析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做关于内地法律的一个报告，如果有什么错漏的话，就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些意见。我总结了本案有以下的一些要点，首先我们必须得看保险的合同是否有效。我看了这个保险单的里边的一些细节，我觉得相信是没有争议的。然后我们就需要看要获得赔偿的话，首先他的死亡日期必须得在这个保单生效以后，保险期间里边，要是不是在保险期间里面发生什么事，根本上都不关保险公司的事。很细致。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他的死亡属不属于这个保险合同里面所保障的意外死亡的一个定义？除了这特定的一个条件以外，我们也需要留意一下我们客户的情况会不会是在保险合同里面的免责条款。哎，这个是要考虑的。如果公安认定是自杀的话，其实梁某基于林小 A 自杀这个事实的理赔申请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自杀就不包括的一个赔偿范围里边。他自杀他也拿不到钱，梁某是拿不到的。如果真的是要索赔的话，那我们怎么证明他是死于意外？然后是否需要推翻公安不予立案的决定？我们看一下保险合同第3.3条，如果我们要申请意外身故保险金的话，就需要有一些指定的文件，这跟我们本案相关的死亡证明可能就是这个不立案通知书了。如果说他们真的想要推翻这个决定的话，他们根据这个不予立案通知书上面说的，可以在7天内跟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必须得尽快拿过去给相关的人民政府申请，并且他们应该提交一些相关的证据。同时呢，他们也可以自己找人民检察院或者是一些他们了解的法医或者是相关的医疗机构，为他们提供一个医学鉴定报告，告诉我们到底李小 A 是怎么死的。他好像在玩一个剧本杀一样，就是一条条目标。它的逻辑结构是很完整的，真的是逻辑比较清楚的。假设我们真的证明了梁某杀害了林小 A， 如果林小 A 是没有子女的话，父母就可以获得保险金。综合而言吧，要客户取得这笔保险金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好清晰呀。OK。鼠标回到意外。意外，好，我这里。我问一下，你怎么通过注脚时意外伤害的这个定义得出他杀不符合保险合同中意外伤害的定义，是保险公司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我觉得重点的词语就是非本意的。非本意的，你觉得他杀是本意的？我愿意让他来杀我，是这个意思吗？哎呦，他对中文的理解上的，对，可能有些欠缺。我想的方向是本意是来自那个行动发出者的本意，还是这个人本身的本意？施加他的意思，非本意是施加伤害的那个人。
就是导致死亡的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他的本意？你指在这里，本意是指行为人。嗯，好的 ，OK。好，谢谢。哎呀，有危险哦。但是他应该及格了，能不能过不知道啊。我觉得应该不行。你的时间不是讲了好久啊？是吗？因为我说的很慢很慢。我觉得他有给我惊喜，除了意外这点上是有点模糊。对，我觉得他局限在了语言上，对，非本意的，他对这个中文的理解，对，就整个跑偏后面全部都错了，但是他的逻辑结构是很完整的。就是其实他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给我们讲的这么多同学里面，我觉得说的最清楚，逻辑最清晰的，一点一点的。但我不能给他过，走偏了。这不管，这就有助于我们对他了解吧。确实让我相信，就是让我们几个人都蛮有惊喜。没错，没错，没错。刮目相看啊！下一次只要本意理解的是准确的，那后面整个线都在正轨上。对。刘律、陈律、任律，然后骆律请问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下班了。你真的是可以下班了。我真的是可以下班了，真的是可以的。之前就跟你说，我们没有 test 你。行，好，那我就下班了。好，早点休息啊。啊，明天见。好，我要走了。好，我要走了。同学们加油！对，明天见。拜拜。拜拜。羡慕。好厉害哦！不愧是牛津的呀，牛津的尊重。是的。Kimberly 挺可惜的，继续加油。好。Kim 崩溃了，差一点点了，现在才是真正。是最后冲刺的时间。如果 Kim 发现这一个点，因为已经点了它了，就是你的理解非本意是这么理解的吗？他只要把这个点找到，把它一改过来，就捋回去。但是胡明浩已经打磨了很久了啊，确实。胡明浩和 Kim 终极。黄海难了。他第一版都还没写完。你还说哪一部？现在考验的是他们自己的韧性，是的，以及他自己的悟性。这时候压力大了。对你压力越大，你会想我前面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如果是跳出一个新的思路，把框架重新理一遍，还是说我在原来的地方是修修补补？主要是没写过这个东西。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还差点什么？好像可以讨论。下一个是胡明浩。哦，终于到了。到了，胡明浩。我刚刚瞄了一眼，他写了好多呀。OK， 好，准备。总体的步骤从2步增加到了3步。本来是第一步是在公安局不予立案的情况下重启案件的调查，第2步是这个，又晃神了。第2步是这个，如果林小 A 并非自杀的情况下的一些法律上的后果。
第3部分是给当事人有偏向倾向性的是要帮助我们的当事人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他有点紧张，我感觉。保险金，所以在最后增加了一个建议当事人接下来怎么做的内容。基于本案的证据，我们认为其实梁某是有比较大的嫌疑杀害林小 A 的。所以我们建议当事人进一步收集证据，并且向检察院进一步提出申诉和控告。他有一点明显的不自信了。现在考验的是他们自己的韧性，是的，以及他自己的悟性。这时候压力大了。没事，没事，别紧张，别紧张。我们等你啊。在提出证据方面，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我们建议当事人启动这个证据；其次，我们通过林小 A 的日记，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可以看出梁某应当知晓林小 A 已经知道他出轨的事实，可以用这个还有梁某在林小 A 死亡后能获得的高额赔偿来证明梁某具有杀人的故意。此外，林小 A 是一个驾驶习惯比较良好的人，而且他事发的地点是一个废弃的国道，所以他自杀在一个废弃国道上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当事人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收集更多的证据。首先是因为梁某有维修车辆的记录，所以我们建议林小 A 的父母去车辆维修处收集梁某维修车辆的具体情况。第二就是建议，就事论事的讲，他这轮的其实分析还不错。然后最后结论上，先怎么第一步走，第二步再怎么走。最后是一个对于整个的总结，先要向检察院提取控告胜诉来重启这个案件，之后再收集梁某杀害林小 A 的证据，并且要求再向法院申诉。如果拿到了法院的相关文书，以此为依据要求保险公司停止赔付，或者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停止赔付。可以，很完整。它最大的缺失就是民事那条线没有深挖。对。这次我仔细听了，他民事这块也是说了受益人的那个问题，说了受益人这个问题，包括是什么情况下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向他进行主张，然后最后结论里面他也讲了，如果我在那边同时如果能获得法院的判决书证明他是他杀，我反而是在想，就是因为胡明浩他的起点本身已经比较高了，我觉得是这样，我说过的归零。一般这种议论了很久的，说不定就过了。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这两部分的连起来，就是还是顶层逻辑的问题。我们会不会对他要求太苛刻了？我这个有点严苛了，还要怎么样啊？因为他已经是最厉害的了。不可能只过一个人吧？同学们，我们经过讨论，情况是这样的。过了。很遗憾的宣布 ，no， 我的。很遗憾的宣布没过，还是说结束了呢？其他人不用再做了。很遗憾的宣布，其他同学不必作答了。胡明浩已经过了。哎呀，虚惊一场，过了，他过了，哎，牛啊！心情很复杂，应该高兴，但是不高兴。他可能就没有完全符合我们所希望的、利润不够高嘛，但是该搭的点他也基本上都达到了，就是我们囊括的那些点，刑事程序上的如何救济，民事上的我合同上怎么去主张，他都讲到了，最后也有结论。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啊，就还是按这个我们的之前公布的规则来讲，到这里我觉得给他过无可厚非。可以，好吧。蔫儿了都已经。完了，只有黄凯一个人还没交，他都没交。好吧。哎呀。哎呀。
明昊或者肖阳的内容，他不是心理压力更大？看着黄凯有点心疼他。他可以去问他们要一个标准版啊，这有什么呢？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自己去争取了，勇敢的。问一下，对，就应该去问老师是不是今天不能？今天下班了。哦，好的。再见。再见。哦，满脸的失落呀。这个确实打击太大了。而且如果是交了一版上去已经看过了，我觉得还好，但他这个。就是因为积累不够，可能更加的不自信。他在一个巨大的黑箱里，所有人的他都不知道，他的他也不知道。对他有点不太自信。刘律，那我先回去了。没有工作了，你们可以下班了。嗯。他一直想找一个，对，想要去问一下。我觉得好折磨了。是，就像那种小朋友去老师办公室改作文，我还一次都没去改过。没关系，这是第一次。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节奏，前行的步伐不只有一种。我明天会在工位上放一个手办，什么手？是快是慢，只是一种选择。就是别人都很轻松了，但是只有他是没有获得什么，所以他今天就特别失落。你呢，哥？你呢，哥？他没有听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各位老师好，我叫黄凯，今年28岁，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法律硕士2年级，本科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专业是康复治疗学，有过2年多的医院工作经历。他学医的。学医的。哦，这才是底。你是怎么会在工作以后又想到来读法律的呢？因为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然后高考出成绩当天，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他当时给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学医当老师，因为可能就我是农村的，我家也是小县城，然后他可能认为在这种地方出去的孩子，你可能选择这样的路径是比较稳妥。但是当我选择医学以后，我发现我读大学这几年并不开心啊。然后等到毕业以后，我就有遇见一些优秀的人，可能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改变。他对我说读研挺有必要的，所以当时我就有考研，一共是考了5次研。哦，5年。读研期间，我原本的职业规划是走体制内，因为我研究生毕业的年纪是30岁，这个年纪再去做律师的话，面临的挑战会更大。所以我一直没有勇气向律所投递简历。当我看到贵所这一次招实习生的时候，我想勇敢且尽全力的争取一次，不让自己后悔。如果你来做实习生、做律师，开始你这个年龄可能跟人家刚刚本科或者硕士毕业的，那是处在同一年级的，能不能接受我是从一个年龄比人家大，但是我是从零开始跟人家一张白纸，跟人家在这个 level 上的竞争？老师，关于这个心理的话，其实我在读研这1年，我自己已经就是调整好了。读研的时候，我同学几乎都是小我4、5岁。对，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就是你大龄读研，你会有自己痛苦的一些地方。但其实时间久了，你发现你的人生是跟自己去比。我如果老是跟别人比，
我会成长的更没有那么好。但我跟自己比的话，我会发现我达成了我之前所向往的，而且也有很多律师，他们可能在我这个年纪才开始做律师，我觉得是可以去做好的。但是话说的容易，真的做起来很难。喂，哎呀，怎么样？今天一天感受如何？哎，太累了，然后，压力大不大？肯定很大，就是今天是一个课题，就是谁先交，然后谁可能就会先通过。反正我没有到前2名，就是他只录前2名啊。第1名是牛津大学，然后第2名是北大的，跟我一起住的那个姐姐吧，是港大的，然后看了一下他们写的案例，写的确实挺好的，有差距。没关系，多向优秀的人学习就行，抱着学习的心态，谦虚一点。对，重在过程的体验，不是结果。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才能补足呀。对。你看结交了一批优秀的人多好。行吧，那我等会儿就洗澡了。好，拜拜。我现在都会有点小焦虑，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越往后经历东西越多以后，就是会好一点，放松一点。我觉得这1个月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对的。而且我觉得这1个月你肯定能发现自己很多的优点和很多的缺点，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自我发现之旅。我要加油，那我也要加油。我想请教你一下，你今天我今天你走了我都没交，你一直没交。他写的特别好，那你跟我说一下。好，我主要是分为4个部分来写嘛。太好了，就应该这样去问。天哪，他那眼神简直是……这求知若渴啊！5年考研，冷暖自知。嘿，人家还在那儿改呢。他真的很好。他能自己改，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这男孩儿我跟你讲，他的韧劲儿啊，他只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写。他刚才这么一听，有可能是茅塞顿开。对。他还发给了这些深夜一点点熬出来。你在看什么呢？我在看兰蔻普心理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这上面有好多课程，刚好有个课程还挺适合我的，叫做实习时我应该怎样表现。这课怎么样？看完感触还挺深的。它上面说实习要积极主动做事，要从小事做起，要主动适应从学生到职场的转变。那还挺有用的，一起学呗，来吧。哎呀，好难受。我看黄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会儿我上课的时候，然后我的同学们就在课堂上已经老师说话题，他们已经可以开始复核和问问题了。然后我还在那做笔记，就抄都抄不过来。然后你知道抄到那个老师跟我说句话，说那个有些同学就不要抄了，他说还是理解为先。然后我当时心里想，我要是先不抄下来的话，我连理解的那个依据都没有。你就特别有感触。然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对他当时有个数字，你们记不记得他报的那个理想薪资1.8？对，我也不知道我在那个点是在哪里，就是基本薪资是2万，但是我又知道我离那个2万的那个准线又差距。那2000，我当时觉得就是很代入，就是
也不知道那个尊严还是什么，就是一点小小的那个较劲儿的那个东西。是的，所以它会卡在一个1.8，就是我离你就1点，但没有到1.5哦，就因为我的年纪长了，就是有很多现实的东西，踩在自尊上退了一小步。对。我很喜欢刚才文婷说的那个，他就当这次是一个自我认知之旅。是。其实就是大家不要当一个职场的含羞草，其实要直面自己。直面自己的缺点，接受自己的优点。那么在这里积累经验，跟错误一起去成长，不要怕试错。我其实特别想看到那个黄凯去再多跨出去一步，主动跟这个导师说，虽然今天时间到，但是我很希望能看看我的这个报告。就，哎呀，好心疼啊！可是你要知道，了解和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是有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有些人用了一辈子都不一定认清楚了自己。我看着黄凯就很像以前的我，因为我老觉得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放不开，我不敢大声说话，我一堆人面前我就往后缩的那种人。然后我大概用了10几年都没有克服面对摄像机紧张的这个习惯，真的都不止10几年，20年吧。我觉得我直到40岁左右，真的是各种各样被打碎了玻璃心之后，我才踏踏实实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和缺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人生路还长，28不晚。对，只要你肯努力的话，你早晚会有能够破茧成蝶的那一天。对，就是每一步都不白走。对。但是确实，就每一步都不白走，但是每一步有多难走。我在高校里工作，我很难想象那5年他是怎么过的。 5年啊！我觉得真的好难，真的特别难，太难了。因为如果在学校，如果有一年考了第1年，到第2年大家都会说他在2战，然后如果提到他在2战，对他的整个评价，包括他所处的舆论环境，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你要知道，他来自一个农村家庭，这就意味着28岁之前，他一直持续在靠父母供养。是的，是的。 然后他要面临的是，他所有大学群，他是医科大学，他的同学可能读研读博，或者就进入医院，哎，这慢慢都是已经是副主任医师啊，就已经开始养家糊口、结婚生子，就他周边的朋友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然后大家也会聊说，哎，那你一个同学在干嘛啊？他在4战，对，5战，你知道面临这样舆论他有多大压力？父母也会问，或者说你第5年还要不要考？万一还没考上，他每年会问自己。而且他有一个特别可贵的点，他都这么不容易了。 但是他知道自个儿要什么，这件事情哇，好厉害呀！太难了。因为他明明当医生啊，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已经非常的算成功的一个，但是他发现他学着学他不喜欢，他想要学过自个儿真正既自己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那个家里人期望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勇敢也对得起自个儿的人。 还是很有韧劲儿的，而且他最后竟然做到了，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他后期应该会有一个特别，就是大翻身，对反转的一个表现。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5次连续考研的这样的一次，所以证明他的内心的承受力还是很强。 就很感谢到最后，无论是黄海还是好几个女孩跟妈妈打电话，彼此的沟通和交流，没有人在这里气馁，也没有人说我看到了优秀之后我的信心受到动摇，都没有。大家此时此刻是同一个起跑线，第一步的起跑速度有先有后，但是1个月是一场马拉松，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在这一季的令人心动的 offer 首次的课题考核当中，我们首先要恭喜肖阳和胡明浩成功通过。哎呀！ 优秀，实至名归，让我们所有家团都非常惊喜。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因为我要是选肖阳就好了。但你说，即使我们选了，但他们又要顺序啊。对，如果按照顺序，我们还是都错了。好难啊，太难了。那接下来我们很期待，在接下来纷至沓来的考核当中，他们是会继续齐头并进，或者说一骑绝尘，还是会遭遇他们的滑铁卢？还有另外6位实习生，他们会怎么选择？会不会是黑马后发先至，逆风翻盘？我们拭目以待，期待，期待。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下周再见，拜拜。哎耶！
案例1的事情就都翻篇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准备这个案例2，4对4的团队辩论。每天都有这个题吗？我们这次辩论呢，就由肖阳和胡明浩这2位同学分别担任2队的队长。先把他俩拆了，各带1队。人工智能产生报告，如果它连著作权课题都不是的话，那是从哪个点侵权了呢？如果我们虽然改编了，但是没有形成新的作品，那就不构成侵权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问题。就是对于对方打出来的观点，我们一般不要顺着他的观点去回答。但是他如果问了我们没有准备，那就完蛋了。如果他这个不是作品啊，那他就是抄袭了复制。你不是创作出一个新作品就是复制，还是只能用实质性相似和接触。当内部的这种争议被对方嗅到之后，我们这边就不用打了，我就不断的挑你们俩的矛盾。怎么办啊？怎么办？谁能够带他们逃离困境啊？他们需要个教练。真想把陈明老师给塞进去。实践中成长吧。您只是单纯的告诉 AIGC 你只能借鉴不能抄袭。我非常想请问一下 ，AIGC 真的能够判断什么是借鉴，什么是抄袭 ？AI 生成的这篇所谓的文章是作品吗？我们不否认你们进行了一点点的独创。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必须为人类的创作成果，具备最低程度的创造性。这个作品的归属到底是谁？我觉得您方一直在逃避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您方的作品是不是与原著作权的作品有实质性相似？漂亮！我们评议完了啊，一会儿你们准备查收邮件。好紧张。哦，什么？What？ 天啊！这么残忍！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券。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全力闯出一片天地。你可以找到自己，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理想的路在发着光，未知翻山越岭也无妨。挫折用来试探你的胆量，奔跑吧，前行吧，坚持吧，拼搏吧。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意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